它是我们测试的最顶级的 X86 迷你主机之一。CPU 性能的 Cinebench R23 测试中，超过了 ROG NUC 2025版的 CPU Ultra 9 275HX。它本身具有 8060S 核显，图形性能接近以前我们测试过的最强核显 HX370的3倍。它有 128G 的板载内存， 200G 的带宽，足够我们在本地部署大语言模型和纹身图大模型。大家好，我是老白，今天给大家介绍装置 AMD Ryzen AI Max Plus 395 CPU 的高性能迷你电脑盘雷 Y01。盘雷 Y01 是我们测试的又一台装载 AI Max Plus 395 CPU 的小主机，它身上最大的亮点无疑是媲美 NVIDIA RTX 4060的 8060S 核显，这是当今最强的核显。还有就是 128G 板载8000兆赫兹的内存，可以运行4090也能做到的 AI 模型。那么想买这款机器的朋友们，到底是因为 8060S 核显的吸引，还是因为 128G 诱人的大内存呢？盘雷 Y01 装置 AMD Ryzen AI Max Plus 395 16个任务大核32线程标压移动 CPU， 内置40 CU 的 AMD Radeon 8060S 核显，板载 128G LPDDR5X 内存8000兆赫兹，双 PCIe 4.0x4 的 NVMe SSD， 视频显示输出 2.5G 网卡加 WiFi 6E。打开来看一下，主机和配件都在这儿了，电源线、HDMI 线缆、说明书。这板砖大 DC 电源20伏12安，一共240瓦功率。小主机的顶面和底面使用了铝合金板材，顶面左上有厂家的英文 logo。机身接口，前面板前置耳麦接口，双 USB 3.2 进2A 口，能输出 DP 显示信号的 USB 4接口， SD 卡插槽，性能释放切换按钮，电源开关键。后面板双 USB 2.0 接口， HDMI 2.1 接口， DP 接口，能输出 DP 显示信号的 USB 4接口， USB 3.2 进2A 口， 2.5G 网络接口，后置音频接口，20伏电源接口。后部、双侧和底部还有顶部都有通风口。取下底部小盖板上这颗螺丝，然后大力出奇迹，用螺丝刀把小盖板挑开了。说老实话，这也太紧了吧！小盖板背后有散热胶垫。128G 内存是板载的2组2280 PCIe 4.0x4 的 NVMe 接口，已经安装一条金士顿 2T 的 NVMe SSD， 空置了另一组 M.2 PCIe 4.0 接口。今天我们先来测试 AI 大模型。CPU 是 Max Plus 395， 核显是 8060S， 128G 内存被分为2部分，运行内存 64G， 专用显存 64G。 本机既可以在 BIOS 里分配显存，也可以在 AMD 显卡配置软件里，在性能菜单调整选项这里设置独立显卡内存大小，最大 96G。 内存带宽我们也测试了一下，最高 210GB 每秒。首先我们来跑常规的 Llama 3.18B 大语言模型测试，还是贪吃蛇编程 36.01 token 每秒。放在图表来看一下，和我们测试过的 NVIDIA 独显 RTX 4060M、4070M 是差不多的，也和其他家的 Max Plus 395差不多。接着测试的最新发布的千问三 14B， 这是一个推理模型，最后结果是 20.39 token 每秒。新发布的千问三 32B，注意，显存占用已经达到了 20G， 一般的读显已经超过显存了，最后结果是 9.6 token 每秒。上面两个千问三 14B 和 32B 是密集模型，推理的时候所有的参数一起上阵。接下来我们测试的是千问 MOE 专家模型，加载是 30B， 但推理只需要 3B， 所以这速度是真不错啊。显存占用仍然是 20G， 最后结果是 52.11 token 每秒。这是 Q4 量化版。 Q8 量化版显存占用就大多了，需要 31G， 最后结果是 40.62 token 每秒。BF16 的量化版本
显存占用高达58G， 只有 7.92 token 每秒。DeepSeek 真牛的 Llama 3 70B 大模型我们也跑了，显存占用 37G， 只有 5.35 token 每秒。我们又一次尝试了千问三 235B AI22B 大模型，也就是说装载 235B 推理 22B Q2 的量化版模型，显存占用 85G， 最后结果是 40.43 token 每秒。Q3 的量化版模型显存占用 95G， 最后结果是 10.45 token 每秒。这就是 128G 板载高频内存的 AI Max Plus 395运行大语言模型的最大能力了。除了让小主机本地部署大语言模型，我们还测试了本地部署纹身图模型，还是使用 AMD 官方推荐的 Amuse， 直接使用目前最强开源模型 SD 3.5 Large， 这家伙占用了 33G 显存，它生成的是 1024x1024 的图片。我们特意没有使用能超分辨率的新版本，而是找了一个去年的非常让人感动的老版本来使用。BIOS 里首页可以看到 128G 内存 8000兆赫兹，这里可以修改性能释放，有安静55瓦、平衡85瓦、性能120瓦3种选择。我们选择了最强的性能模式来测试。这里可以修改显存大小。稳定性是我们最关心的问题之一。我们打开 i.64 跑 FPU 单烤的压力测试 ，CPU 直接跑在120瓦，整机功耗跑到了193瓦左右。CPU 频率稳定在 3.6 赫兹左右，我们单烤了整整1小时，室温25度的情况下 ，CPU 温度最高到91度 ，SSD 最高温度63度。我们用盘内 YLE 迷你主机的 Ryzen AI Max Plus 395 CPU 来转码，看看实际效能如何。最后结果是6分45秒，共计405秒，405秒排名所有迷你主机第4名。CPU-Z 多线程 15402.5， 单线程 793.1， 多线程是目前迷你主机中的第3名。Geekbench 5多核17948，单核2181，多核成绩排名 X86 迷你主机第5名。Geekbench 6多核17289，单核2907，
多核成绩排名 X86 迷你主机第4名 ，Cinebench 223多核36712，单核2022，多核成绩排名所有迷你主机第2名 ，Cinebench 2024多核1883，单核115，多核成绩位于所有迷你主机的第3名。Passmark 多线程60602，单线程4294，多线程成绩位于所有迷你主机的第3名。综合上面的比较，盘雷 YO1 的 AI Max Plus 395多核成绩排在所有迷你主机最前列的位置。然后看娱乐大师总分3301236 CPU 得分1912180。我们给 Ryzen AI Max Plus 395运行 OpenDouble 测试 AES 903326 X220 26678 ChromeMark 1108967，在 ChromeMark 成绩上超过了其他所有的迷你主机，排名第1，又一个110万分。好，这次我要给大家解释或者说揭露一个不知道算不算 Geekbench 或者说 Windows 累计更新的 bug 的情况。我们每次做测试都必须把 Windows 更新到最新，所以最近3台 AI Max Plus 395大致都是在同一个区间。而我无意中测试我手上另一台 Max Plus 395的新设备，当时它没有更新到最新的 24H2 的05累计更新。我测试了一下，成绩非常高，你看非常 nice 啊，无论是 Geekbench 5还是 Geekbench 6，好高啊。不过因为我们都是更新到最新测试的，所以还是忍痛放弃了这个高分成绩。当然我把这台设备升级到05累计更新后，它们又恢复了正常。所以这要么是 Windows 更新的问题，要么是 Geekbench 的问题。总之我只发现了这个情况，给大家说明一下。不管是甜甜圈单烤 GPU 还是加入 CPU-Z 双烤， Max Plus 395的核显 8060S 都能跑出120瓦左右的功耗释放。跑 3D Mark 测试 TimeSpy 11738， Firestreak 31125， SteelNoman Lite 84.53 FPS， 稳定度测试以 97.7% 通过。列表看一下，大致和 NVIDIA RTX 4060M 差不多，稍低于 RTX 4070M， 相比其他的最高的核显迷你主机 HX 370和 285H 接近3倍。接着来玩游戏，地平线5 4K 超高画质，2倍抗锯齿，普通场景80帧左右，复杂场景60帧左右。路况安全时转向。地平线4 4K 超高画质，全程没有低于100帧。荒野大镖客2 1080P 超高画质运行评估测试，平均帧96帧。古墓丽影暗影 1080P 最高画质运行评估测试，平均帧134帧。最后我们测试黑神话悟空 1080P 超采55 FSR 均衡模式，画质自定义几乎全部都是高，关闭真生成。测试结果是平均帧82帧，实战一下。
这就是 8060S 核显带给我们的游戏体验。显示输出 HDMI 2.1 接口最高能输出 4K 120Hz 8位 RGB 显示信号 ，USB 4和 DP 接口最高能输出 4K 144Hz 10位 RGB 显示信号。我们的显示器的 DP 接口可以超频到 160Hz， 超频后这台小主机可以输出 4K 160Hz 10位 RGB 显示信号。连接索尼 OLED 电视 HDMI 接口能够输出 4K 120Hz 8位 YSBCR 444显示信号。8060S 核显的视频解码能力，它能硬解本地 8K 60帧 AV 视频。YouTuber 8K 60帧 AV 视频流畅播放。原厂硬盘测试4000兆频每秒，这是 PCIe 4.0x4 的入门速度。USB 4接口外接雷电硬盘盒3100兆频每秒，这是不错的 USB 4外接存储的性能。我们还测试了小主机的 WiFi 网卡，这次是 X210 WiFi 6E 无线网卡，跑到了接近900兆 bps， 算是我的无线网络环境中最好的无线性能了。Realtek 2.5G 网卡，我们也使用了 IPv 3测试了内网性能，不论单线程上传下载还是多线程上传下载，都跑到了接近 2.35G， 跑满了带宽。这块 2.5G 网卡没有兼容性问题。盘雷 YO1， 它装置了 AMD Ryzen AI Max Plus 395 CPU， 在 Windows 下的性能释放是120瓦。功耗表现我们列表给大家看，最高没有超过220瓦，待机功耗只有 12.6 瓦，240瓦的 DC 电源能够搞定。室温25度的时候 CPU 待机温度 36.6 度 SSD 待机温度36度。生产力测试 CPU 100% 的时候，机身55分贝，放到耳边位置48分贝。我们也设置了均衡模式和静音模式，跑了单烤 FPU。均衡模式 CPU 性能释放85瓦 ，CPU 最高温度 78.5 度 ，SSD 最高温度63度。静音模式 CPU 性能释放55瓦 ，CPU 最高温度 63.8 度 ，SSD 最高温度58度。盘雷 YO1， 它装置了 AMD Ryzen AI Max Plus 395 CPU， 出厂120瓦的功耗释放，性能排在所有迷你主机最前列的位置。它还拥有目前为止最强核显 8060S， 核显图形性能堪比 NVIDIA RTX 4060M， 是其他最强核显迷你主机的3倍。128G 的大板载内存 ，210GB 每秒的带宽，可以运行本地部署的大语言模型和文森图大模型。这台小主机和其他 Max Plus 395一样，真正的缺点就是太贵了，小主机的价格真在10000元以上。它的真正竞品，我觉得是 Mac Studio， 可以把它看成青春版的 X86 的 Mac Studio。而目前 128G 统一内存的 M4 Mac Studio 铁定要你2万多块钱啊！总结一下，盘雷 YO1 装置 Ryzen AI Max Plus 395，出厂 CPU 120瓦的性能释放 ，GPU 也能达到120瓦的性能释放，这就是目前最强的那一类 X86 核显迷你主机。128G 的超大内存，支持开源的大语言模型和开源的文森图大模型，散热优秀，静音稳定，接口兼容性完美，全新的设计，超大的内存，性能接近登顶。对于需要 128G 大内存跑本地部署大语言模型、跑本地部署文森图模型的朋友，我对这台迷你主机给出强烈推荐的评价。这是一台非常强悍的超级 AI 迷你工作站，媲美 M4 Mac Studio。好了，今天就讲到这里了，我是老白，谢谢大家观看，再见。